前面这2个人，小的是正在叛逆期的闺女，大的是快到更年期的媳妇儿。大马猫本环球跑，东一脚西一脚，我现在正在肯尼亚。我就想问一句各位摄影的爱好者们啊，你有没有尝试过教过自己女朋友或者教过自己媳妇儿摄影？教过的扣1，没教过的扣2，放弃了的扣3。哇，这一路发生的事儿，别提了。作为旅行摄影博主，带着对摄影不是那么感兴趣的家人去肯尼亚摄影旅行主题的路线，他们会开心吗？家里一大一小2个 VIP， 在肯尼亚除了看动物拍照片，那我安排的其他的这些内容，他们会满意喜欢参与吗？说实话，1月份是肯尼亚旅行的淡季，对比8月份看角马大迁徙的旺季，在淡季的1月份，旅行体验有什么优势？看到的物种有什么区别？在这期节目里边，您都能找到答案。这次肯尼亚之行也实现了我好久之前的一个梦想，就是亲自开着越野车在非洲草原上找动物。我们一家人卧了个草，你猜卧的草是干嘛使的？有哪位朋友知道这是什么草？这次既是一趟家庭的旅行，也是为我下次摄影团行程的提前预览。用我家人的视角带您看看肯尼亚旅行的刺激和安逸。这大腿肉，肯尼亚来过好多次了，所以非常非常熟，很有这个信心能把这个大小2位领导给安排好。整个的行程跟我之前走肯尼亚东非摄影团的行程一模一样。安波塞利、肯尼亚山，还有马赛马拉，还有纳库鲁湖，几重身份：导游、地接、拎包的，外加上路上教摄影。各位贵宾啊，欢迎来到安波塞利国家公园。安波塞利国家公园最著名呢，就是它在乞力马扎罗的山脚下，4000多米，常年山顶积雪覆盖。在海明威著名的小说里，乞力马扎罗的雪说的就是乞力马扎罗，它是位于坦桑尼亚。但是呢，我们在肯尼亚这一侧呢，是可以看到整个乞力马扎罗的。然后安波塞利这边呢，有很多这个象群，最有名的一个画面就是背景是巍峨的乞力马扎罗雪山，然后前景就是缓缓走过的象群。然后前2天不是骑那个电动山地车嘛，忽然觉得自己打通了任督二脉，找到这个过弯的技巧了，咔嚓摔了，扭的还挺严重，现在完全没法转弯，然后也不能吃那个称重。我拿了一个50-50 HS3，根本举不动。得了，这回踏实了。这个老婆孩子他用什么相机？你猜？大家都以为这个摄影师的这个家属肯定拥有好设备，我媳妇儿是用一个 Google 的 Pixel， 然后我闺女是用的我退役的 iPhone 12，然后再加上我手里这个运动相机，这就是我们这次旅行的全部设备。我闺女的相机，我退役的 iPhone 12，行了，10岁的小孩有手机使不错了。来，给你拿这拍照去吧。龙生龙，凤生凤啊！摄影师的孩子会打动，是不是我也教孩子摄影？说实话，还真不是。而且呢，我还有一点点不太喜欢让小孩去摄影。与其我给他一台相机，把精力放在我们怎么调节光圈快门，我宁可培养小孩的观察力。观察是摄影他妈，对吧？失败是成功他母，但是观察是摄影他妈。花一些时间去告诉他整个东非的这个自然是怎么来运行的。你看啊，我们在东非
中部的地方地理环境是什么样的，有什么样的植被。哎，你看我这个北边，哎，为什么这个高原的气候是这样？然后非洲，那个乞力马扎罗山，为什么早上起来都是能看到山尖儿，只要一出太阳，山就没了？然后这些大象为什么，白天从东边往西走，晚上从西边往东走？学会对这个自然、对生态的观察，我觉得这是更重要的一件事。把这个观察变成一个实体，对吧？然后真正你能用眼睛看到的东西，能够发现的这个细节，我觉得才是这个使用相机的最基础的东西。今天带我们家闺女去到这个带家人去马赛村里边转一转，啊，你看现在淡季，然后基本上没有那么多的游客，所以就是我们自己家一人，然后去的那个村里人看看 VIP 待遇，纯 VIP 待遇。来嗓子我就走。手机在非洲拍照没有任何问题。如果你只拿一部手机来非洲的话，你绝对能够非常投入地享受到拍照和拍视频的这个乐趣。而且现在的手机的长焦又稳定，而且防抖又做得很好。真的像这种随时会出来的场景，手机你就专心拍吧，太好玩了。甭管是摄影爱好者，还是他们的家属，甚至是孩子，都可以从手机拍照，在非洲找到乐趣。对，就这个，好看，漂亮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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那个焦距再短一点，这样的后边的树就能看见了。不要那么长，现在有点太长了，看不见后边的树。哎，对，嘿，真棒。就这样比划一下就行。我们家领导拍照水平怎么样？你还别说，可圈可点，真的热情绝对有，一路咔咔咔真拍啊，拍照的意识还挺好的。拍完照片拍视频，拍完横着构图，完这竖着构图，真的挺好的，真的挺好的。只要是有这个热情，甭管手里拿着什么相机，这一阵咱就不输。来，拿这拍照去吧，多拍点啊。行，挺好，挺好，挺好，就这样。完美。大姐真会拍。来肯尼亚玩的一个最大的收获就是心态特别平，就是不着急。就是你虽然看这东西很精彩，你想把它抢到，你就觉得，哎呀，老天爷给你的东西就是给你的，不给你就不给你。刚才那狮子啊，虽然那个画面没抢到，但是他后来就是顶着那个金色的光线从车前面走过去，包括擦着车身那么溜达过去，那画面我都拍到了。那古鲁湖这个园区并不大，但是每次我都特别喜欢来这儿，就是每次这个地方都能给我一些惊喜。除了大象以外，基本上所有的动物差不多都在这儿能够看到。而且这块因为有狮子，斑马打架也是在这个园区里边是最常见的，因为水草丰茂嘛，动物吃得饱就干嘛就打架呗，对不对？发情打架争地盘特别好看，真的。刚才我们这也看过瘾了。就是在这儿呢，就在这儿呢。我靠，这有点太……摁录像钮了吗 ？That's your territory. Someone come to say hi to you. 嘿，这张忒棒了，手机拍的，我的妈呀，牛逼！行，这次我是带着设备最差的一次。背了一路的 A7S3 加上长焦镜头，我一动都没动。但是这次我觉得是最轻松的。但是说，你拍照不是挺开心的吗？以往确实
我得带着大家拍照片，甚至我自己要拍这个照片。为什么？因为我要用照片跟大家传达我看到了场景，我看到了什么样的光线，对不对？我怎么去编排这个构图、前景、后景？我得用照片这个工具，相机这个工具，把照片这个视觉我看的东西传达给大家。摄影是工作，然后呢，这个旅行和这个用手机拍摄是生活。我觉得我更享受用肉眼看自然的这个过程。这次我用望远镜用的特别多，觉得真的非常非常的舒服。当你安安心心的去观察这个自然的时候，你发现你能看到更多的细节的东西，对吧？然后因为你用相机拍照的时候，你要考虑怎么构图，怎么注意光线，你的对焦啊，甚至连拍抓拍瞬间。但是你用肉眼去观察，用望远镜去观察的时候，你就把所有的精力全放在你被看的物体本身，就像现在一样。有3只，有3只，那2个是粘在一起的。粘在一起了，2只狮子粘在一起了。刚才我们家闺女说一句话让我特感动，就是这个看完花豹之后，我闺女说：“你有没有没拍照片，就光用眼睛看？”我说我有看啊。我跟你说，就是看她从身边走过去，然后身上那个毛光光溜溜的，我觉得我就挺感动的，真的，肉眼看比相机拍下来的真的要另外一个风味儿，不能说谁比谁好。你把那个照片发给我，我发给别人馋馋他们。Smart 这个 idea， 没有长焦咱也能搞。这个哎呦喂，真好看！我看一眼，但是应该再往上一点就好了。好看，太好看了！大雄狮就在前边，你看啊。这就是淡季来的好处，你看前后左右就我们2辆车，多好，都没人抢，我们自己想在这待多久就待多久。位于赤道线大陆中部的肯尼亚，可能是我旅行过一年4季里边气候最稳定的地区之一。往年都是8月份，正在经历旱季的冬天，这次是1月份，刚刚经历过小雨季的夏天。说实话，体感上的差异对于皮糙肉厚的我来说可以忽略不计。墙上这一组照片吸引我了，30、40年前的拍的肯尼亚。那个时候你看乞力马扎罗山上的雪，动物还是这些动物，但山上的雪明显就看到那时候雪盖的面积要比现在大得多。现在我们的乞力马扎罗的雪只有那么一妞妞了。这就是乞力马扎罗现在的样子。8月份最冷的时候来的时候这样，1月份最热的时候依然也是这样。就骑马本来是一个挺帅的事儿，但是坐在马上，我这胳膊就这么吊着，伤着摘歪着，就这么跟俘虏一样。对比1月份和8月份这2个季节的话，因为平时我都是8月份来嘛，我觉得1月份天气确实会热那么一丢丢，但是这种热的话，会只是在草原那边，安波塞利亚、马赛马拉呀，包括北边那个桑布鲁的话，可能会热个2、3度、3、4度。但是晚上的感觉应该差不多。但是在肯尼亚山这边，温度几乎差不多。然后1月份我是觉得玩起来挺舒服的，人又少，这个刚刚下过雨，草又绿，然后动物呢又比较活跃。说实话，对比8月份来讲，除了看不到角马的大迁徙以外，其他的我觉得该能看的都看到了。而且呢，野生动物这个东西呢，我是觉得运气占了一部分，然后呢，向导的经验占了一部分。其实从看动物来讲，1月份、8月份的体感我觉得是差不多的。但是我觉得1月份因为是非旺季，人少，所以没有那么多车，那么多人跟你抢位置，
所以我觉得看起来反而更舒服。你可以踏踏实实的，就那么几个人。像我们上次看那大象过马路，就我们3、4辆车在那儿。如果要是平时旺季的话，我肯定两边至少10几辆、20辆车都得扎过来。你能找这合适的角度就不错了。那现在我们这个整个全开视野，这一片大象全是我们的，就像我们在这个草原这边骑马溜达一样。我靠，太爽了！就我们几个人。特别的安静，远处这一个斑马。现在看的这个动物啊，是属于又开心又有点小失落。你看到的就是世界上最珍惜的物种——北部白犀牛，就只剩这2头了。而且这2头呢，是母女，所以没有繁育的这个可能了。虽然之前有一个公的犀牛的精子被保存了下来，但是尝试了很多次人工去繁育，但是都不成功。然后这个机会越来越少，这个种口越来越关少，所以真的是属于看一次少一次了。2026年6月，纳米比亚的沙漠星空，还有博茨瓦纳奥万戈三角洲野生动物的天堂，采风超级摄影团欢迎参加。就是你越需要什么，就越没拿什么，这都快成定论了。做那么多回热气球，然后呢，我就觉得没日出这干巴巴的，我就用下边拍野生动物好看，所以我就把这个镜头换成了这只90的中焦。但就今天是我这几次做热气球里边日出最好看的，那金光射出来之后，一个大扇面，90肯定没戏了。你看地上一道一道的都是动物自己走的高速公路，所以咱们坐车的时候看这个动物在地上瞎溜达，但实际上你看它都是按照这些去走的呢。大家还记得游戏帝国时代吗？就是文明刚开始初始的时候，一片绿地，然后有树林，然后有那个大象，旁边有鱼，有鳄鱼，然后一堆小原始人拿着攻击，噗，打大象，然后咔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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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上面弄肉过来，那不就是跟我们下边一模一样？东非草原啊，人类文明初始的地方，人类走向世界的地方，人类病毒走向世界的地方。我在我们下边就有一群大象，就跟你游戏里边一模一样，绿油油的非洲草原，这是每次看大迁徙的时候完全不一样的一个场景。大迁徙都是旱季，下边全部都是黄色的，刚经历过大雨季，然后整个充满生机的绿油油的东非草原，这感觉就不一样了哈。哇，昨天这一宿睡的，这叫一个吵哟！哎，也不是说吵，就另外一种体验吧。你看啊，入夜黄昏的时候是一群猎狗在打架，在那喊，然后之后呢，天黑了之后是狮子在那吼。好了，睡着之后半夜哗开始下雨，你看雨下的也挺大，整个这个边全湿了。然后终于快睡着了之后呢，然后就听见外边窸窸窣窣窸窸窣窣，然后其他的这个动物，然后到早上黎明快天亮了，我心说踏实了吧？嘿，天刚刚开始亮，就鸟开始叫，哎呦，这鸟在周围一叽喳叽喳，近处的远处的就不停在那叫，然后终于现在你看太阳出来了，然后这天气就舒服多了。你看刚才我们家领导手机里有多少照片？据他自己说删完之后还有10个 G， 而且这些东西还都是精挑细选，已经筛过一遍的一个照片。我这一辆收获颇丰，但有一说一这是人心，就是贪心不足蛇吞象。这人哪有知足的时候啊？就是如果我
把我这次的行程打分的话，我觉得在我历次行程里边，它都能排到95分。唯一一个小小的遗憾呢，就是没有看到在野生环境下的这个猎豹。就为这个事儿，我们家领导耿耿于怀。哎呀，这又说什么？就是人心贪心不足蛇吞象，人哪有知足的时候啊？就我们已经看到了太多我之前没有就精彩的东西了，包括在这个丛林里边，跑步啊，叫唤那个小象的那个狮子吃东西，然后早上起来日出那个火烈鸟，包括我们看那一个花豹从我们面前慢慢悠悠走过，然后呢，这个。肯尼亚这地方啊，总是公平的，处处体现着大自然的公平，不会白白拿走一个好看的东西，也不会白白给你一个好看的东西，总是伴随着，我今天看到了这个，我明天没有看到那个，这也是来肯尼亚旅行肯尼亚拍照的一个特点吧。这个就是酒店的游泳池大家都有机会享受这个游泳池啊！你看前面这片开阔地没有？刚才下边还有一个小小的羚羊在那躲着，然后对面见过斑马，见过羚羊，见过飞奔过去忙着去找吃的这个猎狗，然后当然这些灌木那个长颈鹿，那有什么东西在跑looks like jackal 或者长颈鹿。大长颈过去，这块特别忙，这块眼前 ，There's 2 things running， 3， goose， 昨天晚上发生一个事儿，挺感动的，就是我姑娘，我们家闺女，后来就是昨天晚上发生一个事儿，我挺感动的，就这一路嘛，你看我没有特意去教我们家闺女去摄影嘛。然后呢，我就在这儿让他就看看这看那去观察嘛。然后呢，前天晚上在那个酒店，给他拍了几张这个随手拍了几张照片，因为他平时很少，他不太喜欢让我给他拍照。就是你去家里养过孩子都知道，你天天有几个愿意老老实实站在相机前面，不是背着就是拧着，要么就是戴着帽子，就不爱拍正脸。然后呢，我就逮机会吧，然后在晚上黄昏的时候，就快速捏了一张，觉得还挺好看的照片发给他，小孩脸上那个微笑，就出来了，就那么一丝。然后呢，自己也好，我一看那个手机那个软件上，自己偷偷用那个美图秀秀，第一次见他用美图秀秀，搞了15分钟，然后自己也给自己弄了一张照片，看样子对这个拍这张照片挺满意的。然后呢，昨天就跟我说爸爸，那个爸都不叫爸，我跟着你走吧，然后我跟着你给我拍那个照片，你拍照片还挺好看的，就轻轻描描淡写的这么一句话从这个10几岁的孩子里做出来，你说这当爹的心里是乐成什么样了？其实这个，你看我这一路真的没有说举着大相机对着他咔嚓给他拍所谓的人像。就是一路这样慢慢的观察，慢慢看他这个自然的一个状态，然后把他现在这个样子给他拍出来。然后呢，他通过这张照片，通过路上给拍这张照片，他也感受到了，然后他也能够知道，他爸拍照还行。然后呢，就也开始慢慢接受，愿意让我给他拍照片了。我觉得这个是我整个行程中的最大的一个亮点吧。因为毕竟这些野生动物我每年都会来，每年都会看，但是跟闺女可能也就这么一次了，而且这个年龄段我估计也就这么一样了。就是说她对我的这个用手机拍照抓拍的生活中的这个瞬间这个印象，也植根在她这个小记忆里了。万一要是拿这张片一高兴，给她自己小男朋友显摆一下，没交男朋友啊，我现在我判断应当是没有，我自己猜想。你看给我美的这个样，你看给一个他妈的老爹美的这个样子，行，目的达到。现在这个心情配得上现在这个环境，安静、平和、舒适，
绿油油，充满生机，充满希望。孺子可教啊，孺子可教。